员会报告表决结果，在场委员108位，赞成59位，反对49位，赞成者多数。照台湾民众党党团提议通过。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第11届第3会期再延长会期至114年8月31日止。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同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清煌，吴哥，大家好。好，那今天礼拜五。今天立法院，那当然，喧喧嚷嚷的一个上午 ，OK， 那甚或有发生一些不管是言语啦或各方面一些冲突。有人说，大家各方都希望把动作做足，为了什么呢？因为明天、后天这2天是在726投票以前最后2个周六跟周日，那所有的阵营都希望能够把所有的诉求，那生活在明天、后天做各方面的发酵。好，那在今天的立法院里面，好，一开始立法院的冲突呢，绿白之间为了一场海报卡位。都可以引起大家各方的一些的混战。然后呢，在今天的立法院最起码可以确认一件事：史上最长的会期，因为今天立法院确定延会到8月31号。那当然，你可以想到，对于民进党的委员来讲，那吴思瑶就直接讲说，是不是大开司法的保护伞，要保护涉案的一些的立委呢？那1万块到底发不发？那行政院长在昨天开一次记者会，也讲了一堆，然后甚或告诉你，我愿意到立法院去，让全民来公决。那网络就有人讲说啊，你会这样想，会这样讲，是不是表示？那网络说是不是不发1万了？那民进党党团就否认说，行政院还没有决定发不发。庄家，我一开始就讲，今天就算在立法院所有动作，明天后天这2天。各方精锐进出，就要把所有的诉求在明后2天，让所有的支持者能够全部都听得到。今天早上我打开电视就看到这样的画面嘛，而这样画面里面呢，我对黄国昌的尊敬又提升了啊！为什么？因为他大概不是已经只剩下是清晨4点在国父遗校前面读三民主义了，他现在是在司马光的画像读《资治通鉴》因为《资治通鉴》第87卷，马福侯赵奢有讲说。良属斗于穴中，将勇者胜，所以现在就是要勇者胜。所以今天呢是要开法案，但是早上的时候，你看在立法院里面贴那个标语呀、告示牌呀，就要大声的跟你咆哮，大声的跟你吵，因为其实这个东西跟开法案有没有关系？不见得，根本也没有关联。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我是勇者，将要勇者胜。黄国昌多勇。因为这个时候呢，其实今天、明天最后黄金周，对，黄金周末里面大家要拼场，整个民众党就在新竹有场，那是他主场，还要到民进党党中央去踢馆，是，所以勇者一定要出来，要刺激你的肾上腺素无限上扬，这个时候情绪激昂，这个时候就是勇将，所以你就看到今天他们到底在吵什么，跟凯法案有什么关系？跟那个整个标语啊、看板真的有那么关联吗？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是勇者，而且这个勇者对黄国昌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讲说昌粉已经斗到极限了。然后现在是不是陈佩琪？是不是柯文哲？然后甚至于，要是法官突然决定放柯文哲交保嘞，所以勇者黄国昌一定要做到足，这个是一个情绪、一个气氛。可是你又回来到大罢免，到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勇者胜。所以你会看到1万元，就是虽然到行政院要不要提复议，还没明确，因为立法院还没送嘛，然后立法院也还没送出来嘛，那行政院要提复议不知道，那行政院要不要发也不知道。可是在这个状况里面，其实已经叫做开辟第2战场。现在还有人是讨论反共剿匪吗？现在大家都在讨论1万块发不发吗？对啊，1万块会是这个礼拜至少撑过这几天，这个叫做一定到下个礼拜，一定对了，这个就叫做第2战场，一定到725，这就叫做第2战场嘛。我现在所有的话题、所有交题，我通通拉到这边去，因为1万块切身相关呐。那切身相关，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就要讨论啊。然后讨论之后，因为这个是我想任何一个话题，只要菜市场人讨论，那个就代表成功的话题。所以1万块到底发不发？因为要发，人发也是10月，
不发也是后面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光让你炒1万块，所以那个终止的事情啊，很多的事情现在都不如这1万块，所以这个第二战场，所以要不断的拉高。那拉高之后呢，你就看到了，可能卓荣泰，其实我相信他面对这个状况，也有感受到强烈压力，民进党党团也有。当然，因为这个时候不是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嘛。这个时候是肾上腺素的时候嘛，然后所以肾上腺素这1万块就卡在那边，所以卓荣泰呢，先是什么买冰箱什么呢，已经引起了话题。那昨天那个呢更怪了，因为更怪是说很多人就看不懂，其实就民进党的立场来讲，到现在为止，它到底是预算案还是法律案，还在争执啊。那民进党的立场是它是预算案啊，所以违宪啊，那违宪就要复议嘛。那复议的话，你就说什么我什么在挣扎，内心交战，我那个什么岁末盈余没有，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它可能是法律案，只是我现在挚爱难行，没有办法发，那你自己的立场都已经乱了，所以你会看到民进党党团，而且一出来之后，为什么人家说还没有决定发不发？所以你看到说，其实这个有第二战场。目前看出来是有效果，那当然这个效果能不能直接到726的投票行为不一定，但是我们就看到整个大罢免的氛围，现在就是绝对的刺激肾上腺素。那当然了，另外一件事情呢，等一下清华会讲的比较多，还有内线，就是抽血案，其实都引起了社会上很多在大罢免里面成了一个新的讨论、新的变数。如果刚讲说这第二战场，明显就表示你们在这个战场上面的策略。是对的嘛？因为当国民党团跟民众党团最后当然呢联手过了普发1万这是从上个礼拜5一直延烧到现在咯。那显然卓奎知道，所以他昨天先开记者会，先讲了他真的是千万难，因为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嘛。但这个议题刚才讲到，因为毕竟对老百姓来讲。那是钱的问题，大家都最关心钱的问题。连这一次平常讲，你说整个立法院大罢免这些东西，对于罢团来讲，当初诉求也是从总预算案，你们有没有乱删，这都跟钱有关系。如果真的跟钱有关系，媒体上报道，卓荣泰院长他没有说他发与不发，天人交战，但是问题是媒体上报道他的脸书有被灌，那这些对你们来说，未来这一整个礼拜的策略会是什么？因为今天刚好今天是大家知道最近就是包括罢团跟被罢免人在做真正说明会嘛，今天是台北市，包括王辉啊什么他们这些都要，所以在这过程当中。王伟讲说726要用更大民主投下不同，大家都在讲自己是最大的民主，哪一边是最大的民主啊？最大的民主都投出来嘛，选票多的叫最大的民主嘛。所以现在最后就是这样啊，倒数第9天什么？不是抢救谁啊？抢救你我的1万块啊！不能讲抢救现在可以了，现在抢救1万块不是抢救人嘛？这抢救1万块，抢救1万块嘛的。我哥你知道，这阵子我包括主持很多我们造势活动，包括我昨天也到桃园去助讲，你知道吗？在芦竹，客家人很多，然后现场的有其中一个里长讲到1万块，然后最有感吗？你说抢这个民党独裁啦，讲中选会阿爸啦，说不能喊抢救啦，当然有反应啦。可是呢，反应最热烈是什么？1万块你们要被没收了，底下椅子差点拿出来砸场，你知道吗？就说群情激愤啊。特别一个里长，你知道，问他家几口人？20口啊，20口，那20万啊！我天哪！旁边有一个你家几口？14口，14万呐！你不得不说，一个一个分开算，跟现在国民党都是给你包裹一个家庭算。那个感受就，清华财经专家是不是真的有差？那个心情感受是不是真的有差？一家20口，当然差别很多啊。这20口。那个里长刚刚他想说，客家乡亲对国家少子化很有贡献，可是。他们本来多子多孙啊，后来里长民就吵呀，他讲到说，真的差20万呢，那么政府你没收了20万，而且都超增啊，你不能说你上半年2月的时候，财政部开记者会讲说，我政府很有钱啦，我去年超增了5000多亿啦。卓奎跟你说不要再用超增这个字眼就超增嘛，就超增你属实就说你财政部自己开记者会啦，还发布啦，而且。不是国民党为了大罢免才说这几个礼拜才通过一个特别条例，2月就开始讲啦，大家就看了一下新闻嘛，所以为了大罢免不是为了超增还财于民所以你看
结果哪有2月的时候讲说我很有钱，我多了5000多亿啊，结果到昨天讲说我天人交战，我只剩200-300亿啊，急呢，急一堆呀，民众也会担心啊，钱难道到上公的口袋里吗？5000多亿把它压死了，好不好？也不可能到东豪的口袋里啊，你们要有户头啊，不要压我，直接汇户头就好，不要拿来压死的问题。对，5000多亿，摄影棚摆满了，塞不下去，好不好？民众会疑虑嘛。你钱到哪里去了？你说搬到哪里去？补助地方政府补助哪里？民众听不进去啊！民众在乎的是说你明明就是把我的钱口袋里我多拿了啊，你就还我就好了嘛。所以民众对这是有感的。所以刚刚创下大哥他当然对法律很熟啊，这是特别条例嘛，跟当初3倍券、5倍券。我没讲，现在还有争议哦。法律案还是预算案？这个事情跟过去的3倍券、5倍券跟还6000块书生上6000块是一样嘛？特别条例，立法院当初通过的就是特别条例嘛。那如果你说特别条例好啊，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违宪？那你就赶快释宪或复议啊！你知道，他跟老龙今天的是一样的哦。大法官司法院长被提名人那个蔡秋明在立法院有答询哦，包括老龙津贴还有进法补偿这些是没有违宪的哦。对。那如果你卓荣泰认为有违宪，那你要打脸蔡秋明，不要进哪里你就赶快提复议啊，赶快提释宪就好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国民党要先把立法院要先把案子送到行政院，会啦，程序而已啦，你不能拖啊！送出去之后，明显总统公告要10天上礼拜我们2个没有在同一台好，你知道这1个礼拜以前的事情。你说1个礼拜还没送，就你不觉得国民党也很怪吗？我相信不，这是立法院，你觉得是刻意不送的？不，我跟你讲啊，卓荣泰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开了个记者会讲话。很多人大家听不懂到底是要还不要嘛？最简单一件事情嘛。对，真的听不懂，听不懂，对不对？他就是不能直接告诉你我要还是不要。但是你敢讲，但是你们想一件事情，他为什么挑7月17号开记者会？同样听不懂的话，不可以7月16号开吗？不可以7月15号开吗？那为什么要7月17昨天？他开的记者会不是在点立法院，不是在点国民党说你们案子还没送过来。立法院现在不送，立法院谁主导？我看现在压的时间就是10月底以前要拿到。那对国民来讲，这个我都没有意见。我现在讲的是说，如果我在7月15号以前送，卓荣泰只有10天可以犹豫，对不对？那15号送的复议期最后是24号。那他就要表态喽。他如果送复议，国民党是不是很好打？那卓荣泰如果不送复议，国民党也可以讲，就是表示我的主张是对的，对不对？当然了，我们都听不懂卓荣泰想干嘛，因为他讲话真的听不懂，要或不要不知道。你如果同意的话，也没有什么到立法院说明的事情了吧？预算他到时候就编预算了嘛。那你如果要提复议，当然也要说明。好，可是重点是，那国民党为什么不送？国民党为什么不送？你要知道答案吗？你说为什么啊？你觉得为什么？因为他是7月11号通过，对，所以他的当次的院会是到15号，确认意思。复议期是下次院会前提出复议，所以下次院会结束是22号，22号没有提复议，23号就送了。他们的解释啦，最新的解释是涉及复议期的问题了。这符合你过去在立法院的游戏规则吗？是这样，有时候复议期会卡住。不是，现在重点这样，第一个，不管你说立法院的规定内规什么时候要送啊，或者什么，不管它是法律案、预算案说，对，平常你讲，我问你，老百姓会管你是法律案、预算案？不会管，我就要1万块。所以你看，就算卓奎苦口婆心的跟你讲，我整个所有的你们不要用超征这些字眼，我现在所有包括要就在各方面的钱算一算，夯不啷当剩个300亿。但是刚才明讲，显然国民党在这一块里面某种程度，好了，你讲说撩拨人心也好，不管你用什么样一些的词，抢救1万块，抢救，你不要吗？五哥不要，没关系，你可以先给我。对，我就讲这一块，你不得不承认，在选战里头，上公，这个对于不管是民进党团、对于罢团，或是对于行政院、对于卓奎，昨天开那个记者会，你现在只知道一件事，不管国民党要普发1万的这个策略，不管卓奎昨天选那个时间开记者会，在今天立法院所有这些，你只能够确定一件事：各方一定都有他的考量。
甚或把重点摆在726那天，在过程当中，谁真的能够让老百姓有那样的感受？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对于包括行政院，包括或民进党，因为你现在看到，那就是刚明显，你看，你只要问他什么，他都是抢掉1万块。对，好，他就是这样子。那怎么办呢？你可以预想哦，明天后天，在所有蓝白阵营的场子里头，这个大家也都是主轴啦。那怎么办？你也要领嘛？你安静一点。你不要领吧？我在讲话，你安静一点。当然票照投1万块也要领的对，票照投1万块也要领。他也没有说投什么票。你们到底要我但是国民党自己讲讲什么？比较好玩。你们2个继续。讲完了没有？好，来，上哥，来。我觉得他当然他会是一个主轴嘛，因为我常说嘛，之前不是4个还吗？一个还命、还权、还价、还钱，一个来不及过还权，那就反戒严嘛，还命反废死被中选会扔掉淹掉了嘛。那5月9号还价早就过了嘛。那过完了，国民党有什么宏图大展的吗？也看不太出来。好，主要我听到关键字宏图大展下架。好也没有嘛。好，然后接下来就只剩下还钱了嘛。那还钱一定是最后的招数了嘛。那还钱，它会是一个主轴，但还钱我觉得1万块的事情对全面性影响还是区域性影响。在不同的区域会有不同的效应，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效应。你不同的区域是说都会跟比较像，你比如说，经济所得上面偏高的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偏高的区域，都会区，他可能对1万块的想法，跟你在偏乡1万块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发不发1万块，对于坚持罢跟坚持不同意罢的都不会影响，都不会影响。那影响的是什么？我可能在偏乡，我可能对罢免冷感，但我对1万有感，会对1万块有感，跑出来投。你对1万块有没有感？真的会不会变成说，真的如果真的大罢免成功，1万块没有，大家想一想，去投一下好了，那为了1万块。可是罢团或民进党一直在喊什么政策买掉，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什么后世举为了后世举债，然后说这些都没有办法说服每一次选举政策买票哪一年是个例外？这时候是肾上腺素决定。选举有哪一次不出现政策买票？只是买票让你感觉比较高明一点。还是火辣辣的，我就买给你看。不就这样吗？是比较高尚一点，还是比较怂就对了。好的，对了。不过我插一句话，我觉得这个1万块是肯定民进党的执政。因为你一定是税收超过嘛，要把超真的是，所以对不对？他现在也不在乎这个，他现在也不在乎这一块。马英九时代，我们有机会讨论发没有关系嘛，3000没有关系。我就觉得你们很奇怪嘛，干嘛一年要超增干什么？你们不会学那个民进党以前吗？全民共享经济红利，那是2022他们英系的喊的就全民共享经济那问题。你征收的超过的部分，大部分就是营业所得营业税证交税啦，证交税啊，这个经济不好，它是不会多征的不会多征收到的啊，经济好才会多征收到的啊。那你现在是民进党就比较为难一点，对，是民进党为难一点。我现在说不要，那会不会？在有一些正在努力的区域，花莲的渔村你要怎么处理？最简单的嘛，它很现实嘛。所以民进党团吴思瑶他们就讲说，没有，他们还没决定，行政院没有决定对啊，因为现在如果讲死哪一边，可能都会有后遗症。对啊，所以说不要拖，所以说卓荣泰的说法我完全听不懂，他昨天要说什么嘛？就说。你没看到民进的态度，就是国民党的整个气就变成在第二战好了。我帮你们争取了什么气了？你确定不发？
有什么交战的问题？啊哈，就你在发与不发，你才会交战嘛。然后发与不发，我就不懂为什么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呢？我真的不懂啊！一个行政院院长在政策上的决定跟道德，我道德过得去过不去，这跟道德有什么关系？我实在听不太懂哎。第二个，他说我要到立法院说明啊，为了争取医师的补救机会。那请问你要补救什么？你只有提复议才能补救啊。不是，很奇怪，你要挽救什么？你又在天人交战，发与不发，这边又跟你说我要去挽救，然后又跟你说你违宪违法，那到底你要发不发？完全听不懂。结果到最后说明以后说，交给国人决定。726，更大的民主啊，不，国人决定，国人用什么决定？立法复决，行政院也不能提啊，立法院也不能提啊，只有人民提啊。人民提赶得上826、823吗？赶不上吧？一定赶不上。2年一次嘛。对啊。那2年后再来决定要不要发吗？也不对啊，国人决定。10月国人决定。如果你是说这一次的投票，那我也觉得纳闷呢。我也觉得很纳闷。你这句话啊，当然了，现阶段这个我们中选会太伟大了，很多话不能讲。国民决定你的内涵是什么？国民决定变成，国民如果投完票变立法院席次再决定了，因为我提复议的时候多寡，马上不一样但国人决定为什么不是公民决定？国人决定我也不懂啦哈。所以他昨天讲话就是含含混混。含含混混的目的只有一件事，我不要影响罢免的投票，因为我现在说不要，那要的人怎么处理？我现在说要，那不要的人怎么处理？之前大家都说不行，你们违法乱宪，你们这什么举债什么有没有？到最后你说要，哇，那我对啊，那前面讲的啊，你看多少民进党立委，你们这个都危险啊，要啊，那不复议啊，不实现哦。所以你不觉得很尴尬吗？如果照上公刚就是一个模糊的策略嘛，为了选票嘛。模糊的策略，好来，各方，你们势必要回应这件事情嘛，或是干脆就讲上公刚刚讲的意思，就说那看起来以拖代变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反正模糊嘛，反正你还没送，反正你还没送嘛，对嘛？现在最简单一件事嘛，不需要回答，开记者会讲这一题啊。就算你今天送。我的复议期是27号，我都不跟你讲话啊。是啊，已经投完票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模糊啊，就是要模糊，这样一路这样过去。可是显然国民党不会放过这机会嘛，他们一定会在明天、后天那主要的周末跟周日，或是接下来下个礼拜，这肯定就天天绕这个一天到晚讲。你现在问李明贤，你只要给他一个眼色。抢救1万块，你看抢救1万块这个样子，抢救大家的1万块，可能只要跟明贤哥对到眼，他就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讲，抢救五哥，抢救弱方的1万块。对啊，那你们怎么办？应该是说国民党现在在各地方反罢免的时候，他们就无外乎喊2个，一个就是1万块，一个就是放假，多放假，因为你去到哪听到的就是这2个嘛，对不对？那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1万块到底对这一次的罢免投票有没有影响？刚刚上官讲了，蓝绿本来就不会动。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1万块到底对这一次的罢免投票有没有影响？刚刚上官讲了，蓝绿本来就不会动。那年轻选民中间选票，那我讲我自己遇到的一个年轻朋友好了，他大概20几岁，我就说，1万块你要吗？他说1万块要啊，然后当然要啊，谁不要？我当然也要1万块，有1万块越多越好。他还讲越多越好，2万块更好。那但是我就说，那你对于罢免投票？他就说罢免投票就是大家讲的，我还是会去投，罢免去小心，票照投，投什么要讲清楚，还是要罢免，他要他罢掉他原本的这个选区。我觉得对于我现在接触到的选民来讲啦，他觉得支持罢免的，他会觉得这是2件事情，他会就自动的把它分成2件，一个是钱，一个是我就是要把你罢免掉，不管你给我多少，我就是要罢免掉你。然后对他们来讲，他们也觉得说。
啊，如果你要多发钱给我们，或者是这些共享红利啦，或者是即便要讲的超增啊，他说这也是我们国家赚的钱，那你发给我，我也觉得很 OK， 这是一部分。但是也有另外一部分的年轻，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站路口一个年轻妈妈告诉我，她说1万块当然好，可是我想要知道的是这1万块发后之后，那后续长远的政策到底有什么？她会觉得。我是不是他觉得立法委员要提的应该不是说这1万块，应该是说那是不是有更好的让小朋友念书啊，那个育儿津贴或者是幼稚园啊，然后你可以多增加，让我们家长减轻负担。对他来讲，他就讲说，这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才是我会思考要不要去。如果今天是国民党提这些后续的政策，他说我就会去思考。要不要去投下反罢免这张票？啊，他讲得很深，因为我觉得这妈妈好理性。你碰到的选民怎么这么理性？其实好理性分析。你碰到选民都不像上空。没有，这个是我在路上遇到的，因为我们都会站路口嘛。这妈妈她去送完小朋友幼稚园上课之后，她看到我们，她跟我们讲加油之后，她说我可以跟你反映一件事，她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理性去分析这件事情的民众有没有？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如果你真的要讲，来财经专家，秦王，不可讳言，因为媒体上报道，那卓奎不过开了记者会，然后告诉大家他确实内心交战什么什么。媒体上报道说那个脸书就被灌爆，当然你不管是不是有人刻意要去做或什么，但是总是有这个表征的现象嘛。这个一定也会造成执政的压力。包括不管是你说卓奎啦，或是在过程当中你看到这些像民进党啊面对这些，那这些在未来不管你说到最后怎么解，因为大家的在乎的是726会不会有任何一些因为这个会产生一些变数的影响嘛，一定会讨论到这一块啊。对，那刚刚上公讲到甚或可能都会区一点的跟可能偏乡城镇一点的，是不是也会有不同一些的影响？对，那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花莲一般来讲的话算是比较乡村一点，它可能没有这么都会或什么，那这些多多少少是不是都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对，会有影响哈。我觉得要拆几个部分来看啊。就第一个是说，这个其实你真的是要用分众的概念去看啊。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觉得在新竹市关心里的这些里民看到这个1万块这件事情，他的想法会跟刚刚义夫哥所举出来的花莲的渔村的选民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吗？不是嘛。因为新竹市关心里的里民是全台湾就是所得程度最高的地区嘛，所以然后学历也是最高的嘛，所以对这些选民来讲，对他来讲拿到这1万块的感觉，可能跟1000块差不多的感觉。我先讲一下，大家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所有的来宾所分析的这个，没有任何包括高低或是任何歧视的一些味道，没有。但是它是很现实的，对每个人在拿到钱的感受上面。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对，因为对每个人来讲，就是同样是1万块，那个分量是不一样的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哈，我还是用这个新竹市关心里的里民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会觉得说。这个照理说，国家如果假设要每个人发1万块的话，那是不是要有做排富的这个限制嘛？那每个人的所得不一样啊，为什么不做排富？像有人就会提这个质疑嘛。那第二个，他的想法里面会对这一些我为什么关心你举例，是因为对比较富裕的选民或是中间选民来说，他会觉得当下我没有这么缺这个钱嘛，所以这个所谓的1万块，全台湾就是2300亿，2300亿对国家来讲，2350亿，2350亿，就这2350亿对国家来讲有没有更重要的用途嘛？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也是缴税大户哦。如果政府的债务可以减少的话，对他们来讲，这个用途可能就正当性就更强了嘛，比你去发这1万块的正当性来得更高嘛。或者说，比如说同样是2350亿哈，现在我们讲说是普发1万块现金嘛，对不对？可是我们还是要解释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我这几天一直在解释这件事情。其实最大宗都是来自于这个证交税、营所税跟营业税的部分，因为我们的企业在过去这几年表现得很好，所以呢，你看，包括像去年我们这个营所税的部分也是创新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让台湾的税收有这个看起来有这个底气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去讨论说，在这个税收的资源分配上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这些选民来说，他会去跟你讨论说，那你长照的支出的部分，你育儿津贴支出的部分，你国安支出的部分，有没有更优先需要用钱的项目？至少还债也是一个考量嘛。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对这些选民来讲，他这个资源的配置的正当性。对他来讲，比你现在要不要给他这1万块来说更重要。否则你这1万块轻易的发出去，他也会同样觉得说你这个执政党在乱搞。就2350亿这样说花就直接花出去了，就当做每个人口袋多1万块出去，这也是乱花钱。所以对这些选民来讲，你这个行为就缺乏正当性。同样的，他也会希望在选票上去教训现在的执政党，也会有这种情绪哦。那
在另外一边哈，我现在讲完这种选民之后，再讲另外一种选民呢，也会有选民觉得说，就是我当下反正就是月光族啊，然后呢，这个每个月这样子过去，然后看政府每次开出来的这个支票或政府开出来这个政策的优惠的部分，要么就补贴啊这个要买房子的人，要么去补贴这个要生小孩的人，很多没有生小孩的跟没有房子的人，他觉得我被政府照顾到的不多啊，那我拿到这1万块是不是来得更实际一点？所以也会有选民有这样的思考，所以呢，这对这1万块有无来讲，好，在选民里面的这个思考是不一样的。好，讲完这个部分就要讲第二块，第二块就是以上我们所讲的状况，同样存在在台湾这个社会里面，这件事情行政院会不知道吗？左荣泰一定知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时间你下判断要发跟不要发，对于下个礼拜6的选举来讲，它对于选民来讲，当然会产生影响。但是我要讲一件事啦，就是说，对于那种很坚定要罢免跟很坚定他要去投反对罢免票的人来讲，我觉得影响是不大啦。所以呢，他比较会松动的那个选票部分，可能就是很小小的那个一部分。好，因为也有很多人是决定不去投票，跑出去度假的哈。但是等一下，当然我们会谈到，就是说有人说放弃要度假了，放弃要去东非了。但是呢，这个还是对少部分啊，我只能说这种人其实是少部分。所以呢，这就是我客观讲完，就是说现在你看到的在台湾会出现的选民的变化，我觉得它影响的会撼动的这个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是国民党去宣讲的时候多了一个很重要的正当性，去对他的选民去做诉求啦。要不然你从过去不管是伪造文书啦，还是说讲到说这个联署造假、死亡联署这些事情，这个战场对国民党来讲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啦。所以他等于多了一个就是说像刚刚你看讲到问到民贤的时候，他马上可以跟你讲说要抢救1万块。这个就是他们在跟选民在互动的时候呢，你在跟基层互动的时候，让基层有没有反应的那种。这个我们讲说吵架的相骂本也好啦，或是让选民可以拿出来跟别的选民去呛下的话也好啦，就你让选民有个那个底气在那个地方的诉求，这个就很重要。否则之前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对国民党来讲，现在在讲罢免的各个事情里面，国民党之前几次的上街头游行抗争，讲的都是司法不公，讲的都是司法迫害。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诉求对于选民来讲，除了急同温层之外，这诉求是没有感动的，是没有感觉的。所以反而国民党是在普发1万块这件事情上，像找到浮木一样，终于讲话好像有底气可以大声的出来，像民前那样抢救1万块。但问题是在于说，这个在下礼拜的选举里面，我认为它的影响大概充其量会到多大，我觉得都可以观察。可是。在已经心有定见的选民里面，其实反而各自形成一个新政，什么意思呢？对蓝营的选民来讲，他当然会站在蓝营的角度，觉得这1万块你就是要发出来。如果这个卓荣泰呢，你没有发出来的话，那卓荣泰你怎么有胆量做这件事情？我在网络上这几天就看到很多这种类似的话。可是对于坚定要罢免的来讲，他就会跟刚刚洛方讲的论述是很像的，他就会觉得，其他有更应该要发的钱，你为什么不发？然后台湾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好，那就算你要发一样，我钱可以照拿，但我票照投，他会是这种想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到最后这个普发1万块的效益呢，是对国民党跟给他的支持者来说一个重要的政治上的筹码跟政治上的武器。但是对于选民的意向来说，它影响的效果，在我在看恐怕还是有限啦。OK， 但都好歹就是找到了一个可以攻击的点嘛。对不对？你有讲说你不能够一场战争你找不出任何的点，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那这在未来这几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点吗？好，那除了这个以外，立法院今天确定了一件事，就是研会到8月31。那这件事我们前一阵子那时候从白银要提说是不是要再研会，然后这时候大家就已经讨论过很多，说是不是司法保护伞啦，所有这样一些事，今天确定了研会，这些一起加起来，你的评估会怎么样？8月31也会在8月31大家已经不在乎了，就是保护伞嘛，他不用再做解释。上一步最受不了就是说，你上次已经研会一次了，然后现在怎么有办法再演到？他不谁在乎？没有人在乎啊。你说上一夫讲话没有人在乎？没有人会在乎啊！你为什么要直接这样讲上一夫？他又不是立法委员，他在上公你的兄弟为什么这样说？研会这个事情他只能骂而已啊，他只要你说批评你还能干嘛？你没有决定权啊。决定权是113席的立委决定的嘛，那蓝白加起来就决定掉了嘛。您说的是，对不对？您说的是，你要不要考虑去当立委？您说的是，笑一下了，笑一下。然后你回过来看，因为最后倒数计时了嘛，1万块就一定打到7月25号。除非这中间有新的事件发生。我说1万块一定打7月25。我刚才讲真的，我觉得，因为我们也支持过马英九。那马英九那8年没有什么机会讨论这个，你知道吗？
我讲过嘛，为什么会上这轮节目，是因为遇到雷曼兄弟金融海啸，那时候台湾很多人都无薪假或者是这个被资遣嘛，因为整个经济状况一下子忽然间荡下来，花了2-3年的时间才过来。COVID 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经济也是荡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发钱大概都没有人有意见。COVID 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经济也是荡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发钱大概都没有人有意见。那这次发钱比较特别，因为你说川普的事情、关税的事情会怎么样？大家现在还在观望。他实质上要举债的趴数跟金额不算太大。所以我们看过那么多特别预算嘛，你会很吓到说这个举债这件事情吗？我觉得也不会。我觉得一般人就是他不一定喜欢他举多少债，一般的老百姓也许实质感受没那么深，或者他觉得1万块钱有没有很实际，也许对他最直接的感受。而且呢，就是他有没有举到一个天文数字，好像也没有。好像也没有。说要多1000亿嘛，如果这个的话，对，如果光这一趴要举债1000亿左右，就1000亿嘛，1014，对，就我们就算整数嘛，所以我刚才就讲说，这件事情是肯定蔡英文这8年加上赖清德这1年，因为你不会怕，只是说用这个方式好不好，你喜不喜欢？为什么？大罢免不是常态，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大罢免，罢免不是第一次，但这样子规模大罢免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政策买票也是第一次。以前老农年金什么的那个金额跟这个都不能比，就觉得很好笑啊。我也在看台湾会怎么反应啊。所以我才会讲啊，有很多人讲啊，发没问题啊，钱照领啊，票照投啊。你怎么知道他进了投票箱？买哪一边的单？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对啊，东豪刚前面讲说，像那个立法院延会这件事，因为上公那个时候讨论的时候，就表达过很多次你的一些怎么会延，然后史上最长。我记得上一部的意思应该照规矩是应该是没有延会的空间，因为延会早就过了，不能延。为什么是不能延？已经确定了。所以我就是立法院让我匪夷所思这一届的最大原因嘛。因为你本身议事里面的规定就是你立法院议议决的事情，是要用复议嘛。复议就刚才我们在讨论那个特别条例什么的，复议其实在下次院会前提出嘛。那5月20号确定院会，你下次会期在5月啊，他不是啊，他是6月10几号提出来的。所以我才会说，越来越让我匪夷所思。该提复议的，连提案都可以推翻前提案，等等。这个做法，我就觉得很纳闷啊。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一届是让我最匪夷所思的事啊。什么都可以，该复议的就用提案什么，然后呢，这个没有送进去朝野协商的案子、预算案也可以现场提出来，等等，这全部乱了套了嘛。那你现在搞这个？当然啦，人民不用多付薪水了，不用多付立委的薪水，因为立委的薪水是每个月领固定的，固定的啊。但是你现在变成是最关键的一件事，你研会要干嘛？研会要干嘛？你问他啊？张启凯，你们研会要干嘛？张启凯不是说，张启凯作方是台北市，张启凯不是说基金还没审吗？那有在审吗？有在审吗？你也没看到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总预算，大家都以为不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总预算过就过了，不是哦。总预算经过总统府公告的时候，它有一个附注都是战略数哦。要等这一些机关的特种基金、什么基金通过后，一并再做调整哦。那你基金就不审啊？那张启凯不是说啊？那个我们基金还没审啊，不要乱讲话啊！那可以啊，那赶快审基金啊！不是研会吗？你也看，也不审啊。上公刚的质疑来明显2个，你有听到民进党包括吴思瑶他们就直接讲说，就是开保护伞，然后就是为了一些涉案委员。第2个，上公刚刚讲意思是说，那严了，那既然严，大家就认真开会给大家看。我再说一个哈，这一届立委的提案，立委的法律提案。3900多件，将近4000件，
政府的法律提案里面150件，至今还至少有2500件的法案还在立法院。你不要告诉我无案可审哦。我觉得第一个，刚刚上公也讲说大罢免是非常态嘛。过去比如说我有这么说吗？是我讲的，都好讲，是我讲的，你不要随便污蔑我。李显要认真一点，要注意。你们两好，他们个俩是雄厚两兄弟一样两。个塞高行不会，你但是他讲的也就不是我讲的，万一被告不一样啊他被告，我讲的话你真的放到他那边了。好了，一样了，七爷八爷，谁七爷谁八爷？不好讲。继续啊，第一个就是说，过去遇到选举的时候，民意机关包括台北市议会，包括立法院，大概遇到选举，大概可能就说先停会啊，停会两个礼拜或1个月嘛。那这次大罢免是属于特别，从来没有过像这种大罢免的情况，所以通常情况底下会尽量以前暑假都是休会期间，那有开临时会，可以不要延会啊，你们可以提案停会啊。但你刚刚讲还有那么多法案要排的时候，还有你们也可以喊停会啊，你们也可以喊停会啊。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就说以后如何建立一个常态，这是一个非常态底下的一个要维持常态，你不觉得很特别吗？所以我觉得该排，就说这礼拜到下礼拜，老讲是属于一个停会状态，干脆修宪好了，就是说每年都是会期好了。哦，可以啊，不用休会了，不用休会，不要开临时会了。那以后当立委的人会变少了哦。所以来讲说，现在的运作到底讲，我就该排案还是有排案，谁当召委本来就该排啊。至于说现在，我觉得是下礼拜大概你们都排考察啊，因为下礼拜大家几乎你看所有区域立委被罢免的占多数嘛，所以很多都是在地方在拼选战。所以你说拼选战的时候，很多人在扫街站路口，你说要排会吗？所以我认为说，依惯例来讲的话，还是属于一个开会期间的一个停会状态。好，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来若芳。昨天如果大家讲说最近之间你看到在空中飘来飘去的这个火药味，昨天万安演习，北部包括台北，然后各方包括因为台北市长蒋万安，然后你说像赖清德总统啦什么这些，那过程当中，赖清德总统跟蒋万安之间那个火药味大家都闻得到吧？那个每个人讲话的那个刀枪之间的那种感受度，好，显然这整个大罢免风潮，尤其这两位，一个赖清德总统他不能直接介入这些，但是蓝营就把他所谓的团结实讲也视为就是在做所谓的大罢免，蓝营一定是这样解读嘛。然后包括蒋万安，他更是直接大辣辣的讲说就是要用大罢免表达对赖清德不信任。那昨天那个等于是让大家把所有的台面化，他就是这个样。然后包括今天我刚刚前面有讲，因为今天是在台北排在台北的那个被罢免人跟罢团之间的说明会，包括徐小新最近要讲很多，他甚至直接讲一句话：民进党就你们就是想要把他给除掉，根本不管他做的什么什么，你们就是要把他除掉，是吗？我觉得徐小新先讲徐小新好了。徐小新讲说，民进党就是要把他除掉，我觉得真的是在太抬高他自己的身价了啦。对，因为到底是谁要把谁除掉？徐小新先把费鸿泰除掉嘛，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在假摔嘛，对不对？那而且现在看到的是费鸿泰的人，费鸿泰本人，还有前委员也还没有出现啊，都还没有出现，包含徐小新的大团结都没有出现。那到底是谁想把徐小新除掉？不知道。我很好，小徐应该知道。那徐小新说啊，不是因为仇恨，只是因为我们想把他除掉。可是他有没有去想，当他比中指的时候，这些很多的家长觉得对于他的行为是觉得不妥的。当他就说我就是故意要踹这个陈亭妃，我就是要故意让他摔倒。当他公开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样的立委的言论是适任的吗？当他讲说你们的潜舰浮起来的时候，对于国人看到就是，对于国防来讲，国家安全来讲，你这些的言论是对的吗？这些不是民进党想要主要是他自己让民众对于你这个立委到底适不适任，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要被罢免掉，它是累积上去的啊。那你看，像这个他把罢团的这个扛棒直接没有卸的，直接把它隔天就把它盖上去，这是不是也让大家会觉得说，你这个立委的行为，好像看起来就是不适任，或者是你应该照理来讲通知一下卸下来，你是完全不尊重，或是你是故意的，就是要让罢团知道说，我在这一区我就是可以这样做。这些他的不适任的行为，或者是他不合乎立委大家所对于期望的这些行为，是民众对于你不适合，要把你卸下来。
所以这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是我们叫你比中指的吗？是我们叫你去踹陈亭妃的吗？是我们叫你去把费鸿泰假摔吗？我觉得这都不是，是你自己的言论。我觉得你讲民进党，我觉得太垫高自己，我觉得反而是说民众对于你这样子这个人的行为是完全不适合的。那我觉得再回过头来，整个立法院。因为刚明贤哥讲说，这一个礼拜真的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状况，因为已经要进入了下个礼拜就要投票了嘛。但是研会不是这个礼拜开始，研会是从6月、7月、8月一直都在研会。那前面的研会，第一次的研会到底大家都在干嘛？有人在排这个剩下2500个案子的法案吗？没有。国防委员跑去考察关岛，本来要去2次，我不知道第2次去了没啊。第一次，他总共排了3次委员会考察关岛。对，因为去太久了嘛。去太久了，你去关岛说去这个原住民交流，这个是很立即性的吗？所以研会不是这个礼拜才开始，大家看到的是你研会的理由完全毫无理由，就是为了要保护伞嘛。那大家都会看嘛，所以不要说，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态，对大罢免这个状况，其实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么大规模的。我刚前面问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蒋万安这一波以来的用字遣词，还有说尤其像昨天跟赖清德，那等于是对不要枪口对内啊，所有的但是直接大辣辣表态了。蒋万安其实在今年对我们来讲啦，他从去年跟今年的言论上面，其实比较今年变得更锐利，而且对于政治语言上面来讲，好像变得包含在议会上面，他也直接是说啊，对啊，要不然你去问赖清德，在议会上他都直接，我们在讲两岸关系的时候，讲这个双城论坛的时候，他也都直接这样呛。那对我们来讲，蒋万安现在的压力其实很大，因为明年他自己要选举。那你第一个他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嘛，第一个是他未来嘛，要不然就是卢秀燕嘛。那你如果今天他不呛一点，再来或者是说他不守住这个国民党的5席立委在台北市的话，那他的第一个政治明星的光环会不会不见？第二个，他明年的连任上面会不会有更大的阻碍？会不会突然出现他没守住？会不会黄国昌突然说，你看蒋万安自己都守不住，包含可能王宏威也守不住，应该是不是让黄国昌这个攻击出现在台北市？黄国昌突然说，你看蒋万安自己都守不住，包含可能王宏威也守不住，应该是不是让黄国昌这个攻击出现在台北市？因为黄国昌出现在台北市要选，上次就出现了，就有这个名单出现了嘛，他在各县市都有出现他的名单嘛，所以会不会有人去挑战蒋万安？那如果他要不要把他自己的市长，包含他自己的在国民党的地位、政治的光环要稳固，那他要呛谁？因为市长现在已经是在算是这个已经算最大的行政首长了。那他去呛总统，他也没有意思啊。他当然是去呛总统啊，呛总统，因为就声量来讲，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找一个低的声量，要找高的一个声量更大的来去呛他，这样大家才会有火花嘛。可是我觉得蒋万安，你不要忘记，你是台北市长，那你的行政不中立，到现在已经引发非常多的人民的怨怼，而且非常的愤怒。那你现在你不搞好，你把你行政中立做好，那你现在去呛一个，说你去呛总统啦，包含呛这些，我觉得市民会看啊。但是你说枪口对内，这不是对内，现在应该是说国民党对的其实是跟中共站在一起。那我们现在在选择的是，台湾是要民主的国家站一起，还是跟中共靠近中共的方向走一起？这不是对内啊，是他们的路线的问题。其实我坐在这里，我坐在若方的对面啊，我到底是哪一跟中共站在一起啦？那如果我跟中共站在一起的话，若方跟我就是跟中共站在一起嘛。我觉得用这种抹红、扣红帽的方式，所以五哥也是了。如果以你的论调，大家坐在这边都是吗？如果依照你的论调，像我今天稍微听到早上的，包括那个就说政见发表会，其实就罢免政见发表会，包括人罢团全部说所有的包括所有的国民党5席蓝委，特别李彦秀，所有什么跟王沪宁碰面啦，然后是密会啦，公开的场合然后就开始又那一套跟义和团的那一套模式一样。老讲了，你说万安讲的对不对？枪口本来不要对内啊，台湾那么小。即使台北到屏东也才300多公里而已啊，结果现在蓝绿的距离比台北到北京距离还要远，然后民进党修理国民党比修理老共还要用力，有必要吗？
台湾嘛，我们见面，我跟若芳在议会电梯也常常碰面啊，然后坐在这里就要剑拔弩张，也没必要嘛。所以我就说，你说万安他要更进一步说他要选总统，要选党主席嘛，未来是或许有可能，可是他人家第一步是要连任啊，他也要选党主席吗？没有，他接下来要选2028总统吗？也没有。所以我觉得昨天那个场合把高度拿出来跟态度拿出来嘛，你赖清德去呛蒋安为什么？哎呦，什么时候说大家要什么反共啊，什么要台派，我就讲那些话，就说第一个谁能回应多数民众的一个想法嘛？那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若芳也不用挑拨离间，说什么那个黄国昌要选台北市长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吴怡农不是要选台北市长，他还说没收初选嘞。我就现在见缝插针都没有用。万安他要选台北市长，万安并没有，万安并没有，他只说如何贴近基层。那至于说下礼拜投票谁是最大的民意，那就交给选民来检验了。贴近基层你应该要中立啊，而且应该是讲说，我没有说明贤哥他是靠近中共或干嘛，但是因为国民党你在立法院这些委员们的路线。那国民党的立委是不是提案台海内海化弱化主权，然后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法？国民党谁签？王宏威也签啊。国民党这个提案是弱化主权，这是把国防打开那这样的提案谁最爱？那个是在境界区那一个，你包括在金马的海域怎么去处理？你有海巡担任第一线，还是要军方第一线的军方执法？它里面还有讲到该怎么执法，然后界限画在哪里，是谁决定？是要跟中共来讨论决定这件事情。这个原本来海巡署就有相关的执法规定了，但是你们却提了一个，这是谁最爱的？这个是中共最爱的一个中共最期望的一个期望之一的一个法案。那你说你们没有跟中共走在靠近那么近，或者是你们的关系到北京的距离跟比到屏东的距离还要近？我觉得人民是看得出来的，而且在整个很多的社会氛围上面，人民对于国民党的印象，不是我们扣你帽子，是大家对于你们这几年来，不管是提案或者是对外的言论上面来说，是跟台湾的民意上面是背道而驰。OK， 那在现场呢，扛节目收视的立法委员林俊宪赶到我们的现场，来欢迎委员。大家好。那是立法院今天又在鏖战，今天就是主要是。民众党提的延会到8月底。你今天在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刚前面在聊的时候，你只要看到民贤对上眼，他就会跟你讲，来抢救郡县的1万块啊，他就会跟你讲，他从头到尾今天就在讲这些东西就对了。你可以想象，明天后天是黄金周最后的一个礼拜六礼拜天，跟未来在26号以前，国民党的主轴一定就是这个样。对，这个用提1万块来买票，这个是。得到证明嘛？我本来在怀疑会不会是用这个来买票，果然很明显的表现你看他就是用1万票，他认为这个会让执政党很为难。第一个先不用讲法律的法律那不用天人交战因为第一个国民党也知道这个违法了，你不可违法你的复议他就要逼你行政院复议嘛。你一复议的话，当然民众就会骂。他就会说复议表示你不要嘛，1万块无呀。所以一大罢免一定要出来投同意啦。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嘛，让你执政党要么有种你就给我提复议，或者受了释宪嘛，要不然你就乖乖的附和嘛。其实时间也来不及了，因为到现在还没送。对啊，所以你投票以前也领不到这1万块，但现在是一个诉求了。他用这个来恐吓选民就像你明显在恐吓我们一样我哪有恐吓你？我是希望你也领得到1万块啊！就是我是为你谋福利耶。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大罢免如果大成功的话，那你们的1万块就会飞了啦。他大概一主轴就是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是国民党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而且他排得很后面基本上就是在投票前，因为这个议程现在完全是国民党在掌控嘛，他把这个1万块的投票故意排到离726投票日很近的这个时间点，希望让它一个发酵。太早排大概也没有这么效果。那自己选民买不买单，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大家也可以领了1万块，然后去投同意大罢免你也可以投同意只是你这种1万块，每个人都发，那有没有办法买到民心？
这是一件事情。你有没有看昨天蒋万安跟赖清德总统两个人直接对口的那个火药味？蒋万安直接说枪口不应该对内啊。对啊，但是这个反共是你们蒋家的啊。反共不是让蒋家以前不反共被蒋家抓去打、抓去关、抓去枪毙都有。所以赖清德其实所谓的团结就是反共啦。当然政策当然会不同，政党党派都可以不同，对民生法案的看法会有不同，这必然嘛。全世界政党哪有可能？你觉得国民党跟蒋万安现在不反共吗？有反共吗？有。李明贤，你们有反共？拜托，我觉得说郡县委员讲话不要颠三倒四，好不好？你的老板赖清德说要请习近平喝珍珠奶茶吃虾仁饭啊，这样是反共吗？对，就反共。共。所以两岸要加反共啊，你的假崩洗珍珠奶茶，你要给他。这个至少我们批评中国，你不要再武力恐吓台湾。你不要再霸凌台湾。那同时我们支持增强、提高国防武力保护自己。这做法上看得很清楚嘛。那所以我们不会讲那个什么我们台湾地区啦。我们不会说在国防预算上去删减自己，让美国人这当面问江启臣的问得很不客气啊。现在受威胁的是你，你们自己砍自己的国防预算。江启臣都答不出来啊，然后也直接问，就是在那个访问团嘛。然后台湾有个亲共政党是哪一个？所以国民党的亲共啊，我不是说每一个都亲共，但国民党这个政党亲共，这个是大概以前是我们台湾的内部的共识，以后现在变成国际共识嘛。那基本上反共原本是国民党的啦，是蒋家的神主牌嘛。比如说以萧美琴的事情，其实国民党要评论这个事情很简单，基本上就是要批评中共。你怎么可以？这个是国际媒体上报道的，捷克政府也很生气。如果你在捷克做那种事情，你等于说对捷克政府来讲的话，他也没办法接受。更何况我们是当事人。那台湾其实应该不分政党都要去批评中共的一个做法嘛。所以基本上国民党就是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啦。如果你要应付大罢免，因为大罢免的主轴一个就是反共，对不对？那就罢掉这些反共的这些亲共的立委。那国民党要对付反共，其实就有一个嘛，就是我比你更反共。这样才是，结果不是国民党现在不是反共，是反赖，他用反赖来对付反共。那就看选民怎么选择。我觉得郡县委员差点我以为是早上，今天台北市在辩论罢团，郡县委员好像是变成罢团的代表一样。那如果照这样逻辑的话，是不是说用反共的名义在包装说在野党不准监督执政党？我觉得讲有点逻辑有点错误了。在野党本来就可以。譬如说国防预算删减40几亿，是2018年之后最少的。好，你说哪些不能删？还说以后下个特别条例说国防外交预算1毛都不准动，可以这样子吗？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不要用反共来包装所有说要监督的一个力量啊。这些选民自有公平。我觉得一个要当市长的一个高度的格局的，怎么跟罢团的讲法是一样啊？说亲共立委，你们打刚底里后弄跟亲共立委在一起，我觉得都是你的同事。我真的都跟亲共立委在一起，你都不知道。我等你进来立法院。我觉得如果是以市长的高度的话，这样我觉得是有点明显有机会。其实国民党应该像民选这种优秀的。就是说，色彩上，我过去比较少听见你有那种言论。其实在野党监督执政党，这天经地义。但有些法案比如说你现在立委到中国去这个报备，以目前两岸这种局势的话，我觉得立委因为你接触到一些机密法案嘛，而且不是报准哦，你就是报备，就等于形成了揭露，因为公人员要，那立委算不算公人员？某种程度他比公人员还有权利了。那像这样的提案啊，要不然你就进来立法院，你把它否决。这是在程序委员会就挡掉几百次嘛。所以他国民党也不敢反对这种法案，那干脆就连让你进来立法院的机会都没有。OK， 就不予讨论。OK， 现在看起来的话，除了整个大氛围上面以外，大家会最在乎的几个重中之重的一个地方，庄家花莲。而且
韩国瑜明天会到花莲，因为是昨天还是前天16号，16号嘛，16号本来要去，结果后来因为说是什么交通啊，什么一大堆原因，所以后来只能到台东，那花莲就只能够忍痛。然后今天明天如果明天真的去，展现出来的那个对傅昆萁来说，他要塑造就是大团结嘛，那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达成这样的目的？基本上呢，韩国瑜的政治呢是更成熟了，因为先前的时候是我要看你的脸色，现在是你要看我的脸色，交通状况，都变成是一个非常好运用，这个叫做政治能力越来越成熟了。所以上一次的时候，虽然1点40分交通状况都已经解决了，但是他还是塞车了。那现在呢是傅昆萁又跟我联络，所以现在是我去帮你的忙。所以呢，小傅已经没有很大了，就算你羞于见人，我还是去帮你。这个就是韩国瑜告诉大家的一个潜台词。这个时候呢，所以韩国瑜会去，因为他不去哦，其实当然他要承担很多国民党的一个压力。当然。但是现在呢，小傅你很大，但是我比你更大。小傅你羞于见人，我帮你拉出来见人。这个时候整个主客意味。所以韩国瑜就去，那当然了，花莲本来就是这一场里面的重中之重，是因为它变成就上次我们讲的帅旗嘛，所以帅旗在那边，只是说这个时候呢，比较有趣的是，大家在讨论另外一件事情是，本来那时候韩国瑜不去的时候，听说赖清德要去第7奖，那现在韩国瑜要去了，那目前好像赖清德的第7奖又可能不去了，所以现在你会发现情势上是有点怪怪的，为什么这两个人？没有像这个状况，其实现在你知道这个局面里面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刚一直讲完，这个时候是做什么？这个时候秃子有证明他的重要性，然后呢，燕子到处在飞，然后王子也开始把自己的声量拉到是我跟你统帅，我跟你主帅对决。所以这个时候在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讲这是情绪，这情绪是营造一个气势，所以韩国瑜也在这个过程中营造了气势，不管726结果怎么样，除非你们突袭，对不对？换掉院长，不然你可以预知这个程序走完之后，下个会期韩国瑜再也不会有小富好大这一件事情了。上空现在看起来，因为每次会盘点那个花莲的一些，花莲最大的是花莲市嘛，花莲市人口最多，再来是吉安，吉安，然后媒体上面报道，民进党这一个礼拜要强攻吉安，为什么要强攻吉安？第一个，在花莲的时候，民进党在花莲市有2席议员，3个市代表，加上一位无党籍的杨华美，花莲市所以基本上在花莲市的罢免议会上面，它的人数，但是你回到吉安的时候呢，它只有1位议员林哲思跟2位乡代表，所以在运作体系上，它比较相对于花莲市，它会弱一点。但是你回到吉安的时候呢，它只有1位议员林哲思跟2位乡代表，所以在运作体系上，它比较相对于花莲市，它会弱一点弱一点那当然，花莲市里面还有一个魏家迟不表态不动嘛，你就看到他也没有表态说要支持傅昆萁，或是表态反对傅昆萁嘛，所以你有一股力量几乎是没有动作，那加上这边罢团的人数相对于吉安多嘛，好，那吉安乡长我们都知道嘛，游淑珍嘛，那个他不是为了要接班，对，然后这个陪傅昆萁送车嘛，然后陪这个县长农会嘛，等等很积极嘛。那加上吉安大乡镇他们的议员国民党出来挺傅昆萁的议员也多，也多。你比如说像什么吴建志啦，这一些不是之前还召集了吉安乡12个里长，18个召集12个，有个里长说我们花莲要独立，还记得？那个就吴建志啊，所以他在那一边的力量，
议员的人数比较多。那花莲市9万多人口，选举人口7万多，吉安乡8万多人口，它的选举人口是5万7千多哈，5万8千多。那两个第一大、第二大，加起来占选举人口67点多。那你只能顾花莲嘛？你吉安一定要攻啊，吉安一定要攻啊。那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强攻吉安。那刚才说请到傅昆萁，对啊，傅昆萁请到韩国瑜，你看上午场在哪里？吉安，吉安，吉安国民中学。各位还记得7月1号嘛？他也不是办2场嘛，一场是在花莲的中正体育馆，下午跟这一场的地点是一模一样，玉里艺文中心嘛。OK， 玉里艺文中心，所以你看到他这一场就是以吉安为主，好，吉安为主。那玉里其实傅昆萁也在要强稳玉里，强这一个地区要，因为玉里虽然不多，但它是第3多的选举人口，1万3千多票，而且它是在南部，它是在南部，好，玉里是属于南部区域，所以你看得出来，傅昆萁上一次也是花莲市，好玉里，这一次是吉安玉里。上一次新城还记得新城合理台乡长陪他去新城乡立幼稚园，在那边讲什么老人补牙什么，所以目前为止你可以看很明确的，就是说所有1市2镇10乡，现阶段有站出来表态的、积极表态的，大概就新城跟那个吉安，其他县市长、其他的乡镇长，你几乎没有看到有太多的动作。所以你说民进党会去强攻吉安，其实一点都不意外。花莲的外漂人口大概有多少？花莲他们估是估8万吧，好，那8万是很大一个族群，8万嘛，哈，估8万，因为他们是你要算一下，他的以2024年的立委选举人口来说，他是以19万，好像19万3千多票吧，还是19万7千多票，选举人票哦。如果外漂人口里面是8万多，你算一下他多少？他将近40%多，40多。那外漂里面，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年轻学者、年轻学子、工作人员等那个工作的等等，40岁以下是26.6。OK， 26.6。那我相信26.6有一部分就含块在这8万里面，8万里面。所以你说8万的返乡潮有多少？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好，那花莲这一席，青瓦，花莲是各方瞩目的一席，对，总召，国民党总召。那民进党连秘书长不知道，我已经不知道算去过多少次了，反正就是近10次了，对吧？就是大家都一定要这一席，而这个地方对于当你看到各方这样竞逐的时候，当然你也不排除，因为霸团这次在每个地方那个创意无穷的那个词。包括很多梗图啦，或是做了一些创意的一些东西，那个东西某种程度它会吸引目光，对。可是要把它转化成实际上的一些的动力，这些对你自己来看的话，你看到在未来那有很强的一些动力吗？这个最新的成语就叫大展宏图啦。这个大展宏图过去我们都是在祝福人家事业公司开张的时候祝福人家大展宏图的。可是这次大展宏图呢，在这一次的大罢免里面，也被网友给挑出来，替这一次的罢免做了一个定调，叫做大展宏图啦。所以呢，你看这个网友呢，就直接把它变成好，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在人家开业的时候、展店的时候送人家挂在上面的匾额这样子写的大展宏图，只是展。从展开的展改成是这个斩杀的那个斩，然后红从这个风水鸟江红，然后变成是这个红色的红，然后大展宏图，然后图从这个图画的图改成是这个土地的土大展宏图，然后再写大罢免大成功。那这个字很有趣我看到这个字出来的时候，我想说奇怪了，为什么在昨天跟前天的时候，突然看到好几个大展宏图，还有不同的字形到处在流传大展宏图，后来才发现。
是吴峥在上节目的时候，他叫网友给他4个字，然后替这次大罢免呢，这个帮他是用4个字来下一个定调这样子。所以呢，就有网友在下面留，你看这个，当然啦。这个网友留言的这个我爱老婆可以忽略，不要看哈。反共富台呢，暂时看一下。这重点是下面这第3句叫大展宏图，就是这句大展宏图呢，这一段的网友留言，这个被很多人看到了之后呢，把它挑出来，然后就变成大家来哭手用大展宏图这4个字来替这次大罢免呢做一个很有趣的定调。可是反过来说，这很有趣哦。就是你会发现，一边呢是极端的公民力量是往很有创意的方向在走，可是，在国民党这边呢，反罢免的力量呢是一直在采用一些旧的或是说过去常见的这个我们讲说这个保守的手法，好不好？保守的手法，什么意思呢？好像这一次里面，我不是讲抢救1万块啊，我讲的是说，在这一次里面，大家竟然看到的是，这个。夹带着投票通知里面去把反罢免的文宣给塞进去，而且在很多的区域里面呢都跑出来。你看，像这个图上面呢，就是你看这几天很多网友部分呢都在告诉大家说，为什么我家收到的投票通知里面会夹带着特定候选人的这个反罢免的文宣？所以你看哦，这个是我整理一下在网络上所看到的。你看，像这一张图的部分，这个是中立鲁明哲的部分。昨天几乎一整天呢，罢免跟反罢两边就这个文宣从哪里来的，在做攻防，就是罢免鲁明哲的。下面这边呢是，你看这个是邱若华，一样是在桃园的部分。邱若华的这个，你看也是夹带投票通知哦，旁边跑出邱若华的反罢免的文宣。那在这一边呢，你看这个部分呢是这个新北的洪孟凯的部分，因为理论上啦，发送这个投票通知这件事情应该是邻里长做的事情啦，所以呢。发送投票通知为什么会夹带着反罢免的文宣？这再怎么样都说不过去嘛。那所以你看，从桃园市到新北市到下面这边看到是花莲的部分，花莲是傅崐萁的部分呢，你看也是投票通知单连带着傅崐萁的反罢免文宣一起投到信箱里面去，所以在好几个县市都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也是我讲的，就是说。你看到的是反罢免这一方看到很多的手法，这感觉有点传统。但讲说有点传统，可是过去也没有看到这么多在投票通知的时候附带着这个投票选举候选人相关的文宣进去啊。这再怎么样都有法律上违法的问题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认为说，在大罢免的过程里面，在罢团是让我们看到很多崭新的公民团体的创意跟力量。可是呢，在反罢免这一边，大家会想到一件事情呢，是过去不管是蓝也好，绿也好。过去在政治上，大家会画一个红线跟底线在那个地方嘛？那个红线跟底线，不管叫做行政中立，或是不管叫做这个投票中立，或是这样议事中立等等的这些事情，很奇怪在这次我们看到从立法院在这跟地方的政治势力里面。一条一条的红线被打破然后包括行政中立的红线被打破这个地方县市政府办的活动，然后竟然可以让罢免进来呢？地方的果菜市场过去候选人都可以进来扫街的，独独不禁止这个罢免方可以进去，这些违反行政中立的行为，在这次过程里面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了，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寄发投票通知的时候，这么多县市都跑发出来的，夹带着反罢免文宣进去，这个状况让大家看了是觉得匪夷所思啦。来，明显一个就是刚刚讲到那个，因为我看到好像国民党也有人讲说，那个到底是谁做的，大家要查这些东西。是，还有就是，既然要把这些所谓的手法全部都拿出来看，你不会为什么这几天说要喊告？是啊，因为他被一个，当然这是网红吧，萧银登，他在他的那个 thread 上面写说就说国民党就意思说李博毅在一个挺罢免的一个说罢免赖士葆的一个看板前面比战，就说他投下罢免票，因为你值得更好，哪怕是国民党意思说好像说暗喻说李博毅这一个也支持罢免，这完全是这是完全是 P 图嘛，这是那个抹黑嘛，是栽赃嘛，这完全不对。所以罢团还有像台中市，好，你当然大家很多人国徽跟党徽分不清楚，党徽是顶到外面嘛，国徽没有，可是你用的是一个正蓝弄一个国徽，然后他们宣传说大家支持罢免，那不会造成一个混淆。还有刚刚青黄讲的，老讲选举公报谁跟文宣混在一起。我的立场这样，你如果要行政不中立，就检察官调下去，直接声押，不准交保。选举公报谁跟文宣混在一起？我的立场这样，你如果要行政不中立，就检察官调下去，直接声押，不准交保。有吗？谁放的？明德里的里长出来解释，所有的影片、录影带都公布出来了，包括从下午的4点21分，黑的选举文宣的坑黑没有，选举公报没有放文宣哦。
然后突然有一个里长去把文宣放在公报上面，然后再一个戴安全帽的进去拍完照之后再把那个选举文宣收起来，然后这样叫假的文宣啊。所有的影片都公告了哦，然后结果好，我想问一个啦。王一川讲说，哦，这是那个完全违反行政中立。我请问一川老大你的照片是谁传给你的？这是不是栽赃？这是另类的中立事件。第二个，还有人讲说包括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峥，这也是那个郡县委员的好朋友啊。郡县委员说这个是对台湾的民主的最大的一个伤害，讲清楚嘛。是桃园市政府吗？并没有啊，还是桃园市选委会，并没有嘛。所以里长讲说没有一份选举文宣夹着海报塞到信箱里面，那到底是里长的错，还是里长的错，还是恶意栽赃？这要讲清楚所以真的有人故意这样弄的话，这不是新的中立事件？我支持检察官要介入调查。如果有人栽赃抹黑的话，立即声押，不得交保。我愿意这样子吗？谁在马路上那边在这边故意造谣？我觉得选举不要选到后来没有人性。对我来讲，霸党很有创意啦，斩杀宏图也讲得很好谁是中共同路人？本来有所有的法令在那里嘛。你说真的好违反，包括说跟老共在一起。好，国民党一样，台中市党部也有做啊。你说现在共谍在哪里？在总统府在外交部该不该查？为什么要交保？你说国民党的立委好你说什么要通匪中共同路人？现行的法令在那里啊，你要法令修改严格也可以啊。可是你所有现行的共谍你不去抓交保，然后把国民党的立委抹黑成中共同路人，我觉得这种选法很恶劣啦。俊宪委，现行的法律要修改不了了，因为蓝白多数嘛，就大罢免大成功，我们才可以把国安法再来修改。那第二个。其实民进刚讲的那个状况，大家都同意要去查办，因为这个是算蛮严重的事情而且其实并没有所有影片都公布因为很多地方都发现，所以你讲所有影片都公布，桃园鲁明哲一开始从鲁明哲出来的按德利的公鲁明哲压嘛，这个要查，好像检方有分案，检方有分案介入在查嘛，因为他假的都是反罢免的文宣嘛，有没有假？大罢免大成功的文宣，没有，所以可见这个绝对是单一目的嘛，这里长是民进党议员的远亲那可以办的，你先不用紧张哈，第二再来，那这些东西照理讲就是透过民政系统在发嘛，对不对？民政系统发哪些人可以碰到？这等于这物件是你公所，一般会带区公所嘛。然后在区公所会送到里长那里，然后里长就会找邻长，来一起发，如果是在公所发现的，那这个绝对是大有问题那如果在里长那里发现的，那当然里长要负责啊。那问题是，能够到里长那里去，我想里长应该也很清楚了那这些东西有没有哪些人碰过？那什么机会状况下？因为你要夹那个需要时间的，因为我看也一套嘛，很多的。他那个照片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是2个橡皮圈，一个是鲁明哲的，一个是选举公报，然后用一个橡皮圈，再用一个大的橡皮圈把它捆在一起。对，那因为那个很好玩，那个一叠的鲁明哲，一叠的选举公报，那个份数看起来是算好的所以那个动作那件事情非常就很奇怪，OK， 所以。这个查下去绝对有故事啦，因为那要花时间的啦。我提供你敢来算啊？而且如果数量点起来再一致的话，哇，那这更不得了了，这根本就是客制化的来加一些，对吧？出去就查清楚想要的谁有法律责任对吧？他为什么不加大罢免？如果栽赃的话也是违反宪法我想不管是哪一种，对要查，所以都不应该是有这样的行为，而且如果数量真的也差不多，你光差不多这个就很好玩了而且我觉得一定会查到证据。你那一面全部要弄好，我相信要花一些时间但这个绝对是很伤害国家的一个的民主嘛，因为选举一定是有正反两面嘛你连选举公报你都可以夹带文宣，这个当然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那我也希望相关司法单位脚步快一点赶快把这个查清楚了。OK， 这整件事情当然大家会看到，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6号以前，不管是一言一行，或是中间发生一些事件，会不会对于26号的投票会有任何一些影响？
前往这台师大这件事情，这几天在网络上面延上到你难以想象。对，那也表示说，大家确实是当这整件事情批出来以后，大家真的才发现这个事情，然后大家开始关心到孩子到底在学校里面碰到了什么一些的状况，然后甚或大家开始在问了很多问题，包括到底补助到谁，然后到底过程当中，钱到哪里去，然后血用到哪里，包括检方现在也已经要查扣一些相关的资料，但国科会告诉你说2个月以后给你报告嘛，那这件事情你自己看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当然，国科会这个回答说2个月后给这个大家报告这件事，我是觉得很夸张，因为事件在去年11月的时候，国科会理论上去年11月、12月就应该知道这件事，现在时间点是7月的时间，所以国科会说还要再2个月再报告，这个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啦。那所以我们还是要再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台师大这个事件为什么让至少我看了觉得非常心痛，也觉得很离谱的原因，是因为在台湾竟然会发生说拿着学分哦，拿着扣留4年32个学分去威胁学生，告诉学生说你要配合做人体实验，在14天之内每天要抽血3次，而且呢抽血的人还不一定是专业人员，还包括非专业人员也可以来做抽血的动作。那各位可以想象哦，如果是你的孩子在台师大在念书，面对到这个情况的话，请问你知道了之后，你情何以堪？你的感想是什么？好，所以那为什么这样讲？来，首先先看哦，就在这个事情里面，大家都会提到简其生啦，这一位学生啦，等于说他是很勇敢的出面告诉大家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他的口条讲得非常的清晰啦。那这个图呢，我把他的这个最上面的图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他就是告诉大家，他说他32个必修学分是血汗的学分啊，为这个血汗学分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他真的被抽血抽了超过200管的热血沸腾啊。那所以这句话光听到的时候，我只请问，如果我们电视机前面你是父母的话，听了你会不会觉得有心动的感觉？然后再来，它下面呢，他附上的图，其实它是附影片啊。这影片是他被抽血过程里面，他这个因为在抽血过程里面打了好几次都没有这个找到那个血管所以等于捅了很多次，那所以他的表情是看起来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呢，它里面有说明说，他这个影片中他是连续抽血第8天，2手血管都抽不太到，然后到第6针的时候才抽中，然后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就感觉起来很痛。那另外是呢，这个画面给各位看哦，这个就是在影片里面他的这表情啊，你可以看到他抽了6次才抽中，所以呢，你的手在那个地方连续被抽6次，而且我再跟各位观众说明哦，因为他们不是像我们单纯做一般人体实验的时候呢，是比如说我躺在一般的这个病床上面，然后时间到就出来让你抽血1次，不是，因为他们是运动员，所以他是这个运动前、跑步前先抽1次，跑完步回来再抽1次，然后呢，再后来休息后之后，当天要抽3次，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以抽3次。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整件事让大家看了之后会觉得很夸张。那然后呢，各位可以看哦，这其中呢不是只有一个学生哦，这是另外一位学生叫彤彤的学生，他就告诉你说，他跟家人提出休学。各位。如果你念台师大的女儿回来告诉你说她要休学，你会不会问她原因？当然，一定会问她原因嘛。就是念到台师大，再怎么样都是好学校啊。是啊。那你突然要休学是为什么呢？结果你的女儿告诉你说，你首先这个你要面对的是因为学分的压力，所以呢要去配合这个实验，连续14天的抽血加体能，从早到晚，然后抽血人员呢是学长，不是专业人员，这是他写的内容哦。抽血人员是学长，不是专业人员，还有不知道哪里请来的阿姨，手还会抖，哇！你想说来对你抽血的人不是专业人，而且手还会抖，然后呢，教练要你跑的时候就要跑，结果你本来以为是体育生照表操课，结果才发现是教练的实验报告。每天抽血加体能，身体承受到不行，就是你跑完抽血跑完，跑到第12天的时候，跑完太疲劳，身体抵抗力也差。发高烧送急诊，吊完点滴之后呢，他问说能不能请假，结果呢，他不知道是他教练还是这个承办单位回答他说没有做满14天，数据会不准确，抽血跑步呢都要继续做，那如果没有做成的话，那1000块就没得拿，1000块哦，1000块哦，而且呢，这1000块呢，根据现在媒体报道资讯，他们所拿到，各位做人体实验通常会有营养金，这营养金的钱也是缴回去变成公积金，所以换言之，为了配合学分，他要去做人体实验，14天要抽血抽3管，抽完了之后，这个营养金的部分也是缴回去变成学校的公积金。然后呢，我再给大家看这个画面哦，你看了真的会觉得不可思议哦，因为这里面的画面我怎么看我都是觉得很离谱啦。第一个，来这个图啊。
这图给大家看，请问一下，这个女生，这一次哈，这等于说被做这些人体实验的女生，她为什么要拿这个灭火器？她为什么要拿灭火器？血管。她拿灭火器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在抽血过程里面不好找到血管，所以拜托她用手去拿灭火器，上下这样子扛了之后，让血管变得比较明显，可以比较好找到可以下针的地方，所以才有灭火器这个动作。好，各位没有办法想象哈，然后再来这边啊，这位同学双手呢，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打针的这个在找那个可以抽血的地方，结果抽了好几次，所以你看到两边啊，就都是那个，你看到就直接捆起来这样子，所以这个画面都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好，那我再让你看一个更不可思议的画面啊，你觉得这很夸张，对不对？好，我们给大家看更夸张的，来。我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各位，你看这个画面，这是其中一位学生自己贴出来的影片哦。他说呢，这个照理说你抽血抽出来，这都是简体，对不对？那我们去给人家抽血抽出来也都是简体，那照理说都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处理，对不对？好，这里面妙了。这里面呢，竟然是要学生自己处理自己的血，自己处理自己的简体，把里面被抽出来的血，然后呢，把它被抽出来的部分呢，他把它抽出来，再一管一管的哈，应该是帮这个承办单位呢，帮他分类分好，分到其他地方去的分装。所以你看上面这一个一个图哦，这一个一个图的画面里面，他就是把它抽出来之后呢，再分装到这些你看到一管一管里面去。你有办法想象这种事情吗？把它被抽出来的部分呢，他把它抽出来，再一管一管的哈，应该是帮这个承办单位呢，帮他分类分好，分到其他地方去的分装。所以你看上面这一个一个图哦，这一个一个图的画面里面，他就是把它抽出来之后呢，再分装到这些你看到一管一管里面去。你有办法想象这种事情吗？就是我们如果去做体检，然后那个抽出来以后，我们自己然后把它给弄，然后叫我们自己把它弄在一管一管里面。我们把那个抽完的血再把它抽出来之后，分到一管一管去，然后再请他拿去做测试。你有办法想象这种事情吗？这些都是这个台师大的学生面对到的事情拿灭火器，然后呢自己去分装自己的简体。你有看到这么离谱的事情？我在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哦。然后呢，你刚刚已经看到2位同学了，对，那这边还有第3位同学哦。这边第3位同学也是告诉你，他是2002年进入师大女足的，然后2004年他就办了休学了，然后呢。他去告诉他等于去告诉他教练说，跟他反映说被抽血这个状况压力很大，他教练就告诉他说不满意就退学啊，所以呢他就因为这样子就去退学了，然后呢他也po出来给大家看他的手上当初抽血的照片。那这一段话请各位看我以为我是来读大学的，来踢球的，结果却发现自己只是被利用的实验白老鼠，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不要问为什么不拒绝，因为学分掌握在他手里。好。各位，这个就是这次台师大事件里面，为什么这么多人看了觉得很心痛？很多人看了也会觉得说，这个行为在台师大怎么可以存在这么久的时间？因为根据简其生同学的讲法，在他入学前，他就已经听说师大有类似的状况存在，而到目前为止整件事情真实的拼图，因为理论上他应该要通过这个人体实验的伦理委员会，那他怎么通过的？就是他没有专业的人员去做抽血的动作，而且一天要抽3次。请问当初在做这个伦理审查的时候是怎么样让他通过的？所以整件事情真相到目前为止都还有待行政机关还给大家一个真相。来，郑先生，基本上呢，这件事情有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怎么有这么荒谬的事情，所以大家尤其是子女，所以大家会感同身受，非常愤怒。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更愤怒的是什么？也是另外一个在延烧的，就是原来我们台湾真的很多地方都很远，国科会到教育部可以走8个月还没走到。其实这件事情2个，第一个呢，去年的时候至少这件事情上台面，11月陈培瑜是在教育委员会，所以很多记者也在场，然后吴成文自己出来的说法，马上就认为这违背了2个，一个是学伦。另外一个是研究伦理，但这个东西其实一开始他们就判断，所以叫整个台师大写了3次报告，3次报告避重就轻，所以都退回。但是这里面呢，就代表着就他们自己讲的事实是存在的嘛。可是你怎么会不去处理？尤其现在又延伸到了，本来讲7年，刚才讲可能还更久，有这么一个状况，你怎么可以在学校里面发生这事？我也常被抽血因为我要去被追踪，然后台大医院的医生都说我是非常珍贵的病人，
因为一个癌症病人可以追踪几十年，对他们来讲也很重要，对不对？所以他每次抽血、每次做检验的时候，都要叫我，有些时候说我不要拿去做研究，都叫我签个同意书，当然，而且要我再说名片。我说你都说了几十年了，我都听了几十年了，不行。台大医生很骄傲的，还是要说一遍。所以这个基本的完全没有尊重。可是后面的问题是，因为国科会的说法是他们是补助的，但是因为补助钱里面，因为台师大是国立大学，所以又有部分上缴给教育部，所以要去暂停这个计划或处理这个东西。要台师大的学人委员会、台师大的一些行政程序，教育部才能处理。哎，这个叫做冷血排球，冷血排球，你会让人家听的是我们的政府，你们那么远吗？你们这样一个国科会觉得，因为照这吴成文的说法，11月国科会就已经认定违反学伦、违反研究伦理，但是没有处理，然后后面的12月这样子，只是把那个老师。这样子处理一下，然后就过关，然后就这，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其实真正引起的是还有是整个政府的被信赖程度受到影响。那当然现在卫福部还出来说血在哪里，这些事情搞到现在好像一个这样的事情这么夸张的事情搞了这么久，其实这里面会激起的是对政府的不信赖。先认为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然后国科会说还要再查2个月，2个月以后报告告诉大家。这事情，你听一下大家的描述那个过程，你会觉得很匪夷所思。而且据我侧面了解啊，像民进党的立委范云他们出来开记者会踢爆这个事情嘛。那在那之前，他就已经跟学校啊，台师大也跟教育部一直在问这个事情，就得不到一个，就像我们刚讲的，就你得不到一个到底。这个事情的真相如何，或者是你接下来要怎么处理？那你要告诉我们学生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受不了了。执政党的立委哦，对，执政党立委去问，让都还不理哦。执政党立委气到出来开记者会，而且后来是那孩子自己也在网络上面 PO 说，都几个月了，也没有看到学校道歉，是从那个 PO 完以后。所有网络上面大家上面所有大家受不了，然后这件事情才喧闹成这样。然后那个教练还觉得他被霸凌。还有很多老师帮他讲话，而且范云他们几位立委也查很久了，查了，你想想他已经气到不得了。这些事情搞到现在好像一个这样的事情这么夸张的事情搞了这么久。其实这里面会激起的是对政府的不信赖。先认为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然后国科会说还要再查2个月，2个月以后报告告诉大家。这事情，你听一下大家的描述那个过程，你会觉得很匪夷所思。而且据我侧面了解啊，像民进党的立委范云他们出来开记者会踢爆这个事情嘛。那在那之前，他就已经跟学校啊，台师大也跟教育部一直在问这个事情。就得不到一个，就像我们刚讲的，就你得不到一个到底这个事情的真相如何，或者是你接下来要怎么处理？那你要告诉我们学生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受不了了。执政党的立委哦，对，执政党立委去问，让都还不理哦。执政党立委气到出来开记者会，而且后来是那孩子自己也在网络上面 PO 说，都几个月了，也没有看到学校道歉，是从那个 PO 完以后。所有网络上面大家上面所有大家受不了，然后这件事情才喧闹成这样。然后那个教练还觉得他被霸凌。还有很多老师帮他讲话。而且范云他们几位立委也查很久了，查了，你想想他已经气到不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部有很大问题，这个校长问题更大。我认为这个行政责任要查清楚。所以我认为。我现在高度质疑这个校长，你还是了嘛？台师大这个校长，这个实在是很离谱了，很难理解了。你怎么学校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那你已经，你可以说你事先执行的过程你不知道，可后来你知道了，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实在是很乱来的事情。因为国科会到教育部很远啦。对。也没有什么很远啦。就是指挥不动了。它也没那么复杂了。就你们也拿没皮条，就指挥不动嘛，就是我报告就这样写嘛。好，那都好。现在昨天
地检署，那就直接到现场去查扣，检察官进去了，检察官就进去查扣嘛，包括查扣所有这些。你觉得当地检署介入，然后去查扣这些，未来因为大家在等国科会要2个月了，等他们的那个报告嘛， 2个月检察官都可以起诉了。然后地检署现在查，所以你觉得未来应该会比较快？单纯就女足队这件事情，很快会水落石出。但是这个背后的水不是只有女足队了。体育圈教育圈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台师大敢不甩教育部，敢不甩国科会？国科会是拨钱单位，这个其实水很深。OK， 现在这个是对民进党，因为这执政第9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再补一下，教育部有一件事情叫叶秉成所以会引起叶秉成那件跟这件比起来小污了，因为这里面会牵涉到整个体育圈了。OK， 来，明显来1分钟。所以这件事情要查清楚了，真的不要牺牲学生跟选手的权利了。从去年到现在已经10个月了，所以左荣泰院长的一个震怒来得太晚了吧？不过明显我可不可以求你一下？因为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是缺席的。不，刚刚我觉得东豪讲得很好啊，终于想起来，民进党已经执政第9年了哈，这件事情要跟国民党缺席，又要来怪到国民党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真的扯太远了。当一个执政党立委，然后包括有开记者会相关咨询都揭露了，结果行政部门完全都不理啊，然后又要大罢免打到国民党来，这个完全，所以这次大罢免是这样，下礼拜出来投票，不只是说因为大罢免就执政党发动要消灭在野党、消灭监督的力量嘛，执政党9年了，连这种事情都处理不好，我觉得大罢免出来投票，投反对票，就是支持在野要有监督的力量，同时也是支持普发1万块。这个就说猛拉减4口，1减2口了。来，上工，最后1分钟。我觉得大家回看去年11月28号教育委员会陈培瑜质询国科会主委的那一个段，你会发现，当时把抽血的影片、学生的影片是当着整个播放。然后最近有新闻说录音档不是曝光，对不起，你回看11月28号就有当场就放录音档了。有啊。所以那一天其实录放给国科会的主委，当场就听录音档了。那他们没感觉，没有，所以他回去才发文嘛，国科会发文3次啊，那不处理了。但是国科会，教育部那个台师大就是，那我就请问一下。你说你们要按你们会处理，一定会调查，一定会依照你们的办法去惩处查出来查。从11月28号到现在7个月，7个多月，快8个月过去了。你现在又跟我说还要2个月，2个月后你还要跟我讲几个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然后去年被检举的时候，那开始就停止教练身份，然后停止处分子。教育部现在也会震怒了，你现在都会震怒了，陈培瑜质询的时候都有讲，有非医事人员抽血，现在你现在卫福部也震怒了，大家现在都震怒了，现在都震怒了，回想一下。这8个月，这些学生在学校是怎么度过的？有没有想过 ？OK， 压力有多大？那你现在告诉我，8个月后现在都会震怒了。那8个月前大家在干嘛？吃饭喝茶吗？这就为什么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一些愤怒。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